在去年选举的时候呢，郭台铭先生呢，他说台湾经济衰退、出口下滑、民生凋敝、民不聊生。当时我预告大家。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金河，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。这个礼拜的单元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高度密切注意。这个礼拜呢，是台股在国际上写下一个新的里程碑。在2017年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已经跟大家预告了，台积电在台湾的股价呢会上千元，而台积电在美国的 ADR 市值会到1兆美元。这个目标在这个礼拜呢完全都达成。现在的股价呢到1055，而市值已经到了26兆8400亿。那么我们看到台积电 ADR 呢，这礼拜最高价来到192.8美元，这个时候呢是台积电首度达标到1兆美元的一个新的高点。我们要看在这一次的 AI 当中，从黄仁勋所带动的 AI 的浪潮，全世界现在市值大的公司啊，都跟 AI 有关。美国前5大公司啊，从苹果到微软，再到 NVIDIA， 第4名的 Google 2兆3590亿 ，Amazon 呢是2兆0740亿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，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。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，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状况。同时，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，不管您是加入频道会员，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，都能支持我们，继续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你把这前3家加起来是10兆1170亿，再加后面2家呢是14兆5450亿。中国把深圳、上海再加香港，大概市值呢11.93兆。这个时候呢，美国3家公司啊，已经非常逼近全中国的股票市值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美国现在资本市场的壮阔的实力，一家微软或苹果，那么现在跟英国或是法国的股市啊，大概旗鼓相当，而微软再加苹果等于日本，那么台湾呢跟德国啊现在相差无几，所以这个情况你可以看到，俄乌开打之后呢 ，Aramco 的这个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啊，曾经是打败苹果变世界最大市值的公司，现在排名第6啊。这个第6也告诉大家，未来的世界呢，算力重要性超过石油。台积电在全球未来的竞赛当中呢，它势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前10大市值的企业呢，台积电现在大概排到第7名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台湾在整个竞争优势当中啊，台积电现在正在扶摇直上。那么现在如果到1兆以上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，它现在慢慢靠拢这个 Meta 的平台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高度关注的一个新里程碑。而在全球半导体排行榜，台积电在 NVIDIA 之后呢，它排名世界第2，所以也告诉大家，这张表其实非常有意思。过去台积电跟三星啊是平起平坐，现在三星呢剩下台积电的1/3。过去呢 Intel 的市值赢台积电超过2000亿美元以上，现在大概只剩下台积电的1/7。在同样的竞赛的起跑点上呢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。这当中啊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如果到这个礼拜再更新了，台股的涨幅是达到31.38%。除了我们比费城半导体的35.47%略逊一筹以外呢，我们赢过全世界任何的市场，也包括日本。中国的市场呢，现在是一个下跌的状态，所以大家看到深圳成分股今年是下跌11.9%。那最近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台湾制造业的新增订单，这个新增订单是已经来到63.8%，出来的结果啊，也看到台湾的出口在6月达到399亿美元，那年增率23.5%。在去年选举的时候呢，很多的学者专家都说台湾的出口衰退。在去年选举的时候呢，郭台铭先生呢写了一个16字箴言，他说台湾经济衰退、出口下滑、民生凋敝、民不聊生。这16个字当中啊，所有的负面的形容词啊，大概都用上了。当时我预告大家，在11月之后呢，台湾的出口会连续最少成长7个月以上，现在是进入第8个月的成长，而6月现在399，我相信7月份如果更持续有加州的话呢，我们还可以再成长。上半年的情况是2250.3，
第二季呢是1147.3，我们看到第二季比第一季呢表现更出色。那下半年通常都是出口的旺季，所以下半年如果有更出色的表现，我们可能会超过2021年。今年的出口大概会介于2021跟2022年之间，大约在4500亿上下。这个4500亿上下呢，我想大家值得高度关注的。我们前6个月呢是比去年成长，这个成长已经非常鲜明，成长11.4%，这当中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。今年 AI 的盛况造就台股空前的热潮，我们可以看到6月份的资通讯产品出口值呢达到107.83亿美元，成长幅度呢114.1%，这个是历史上你难以想见的。而半导体为主的电子零组件终于扭转衰退的颓势呢，在6月出现145.77，它成长7.3%。如果把上半年的情况加起来，半导体呢还是衰退5.6%，是807.63，但是呢，现在的资通讯呢成长108.9%。大家知道，去年这个时候呢，资通讯大约在300亿美元上下，现在拉高到625。大家可以想见 AI 所带来的盛况呢，对台湾带来非常大的助力。台湾在这些年当中，我们市场基地的移转产生非常巨大的变化。2020年的时候，对中国香港占比呢43.9%，去年到年底是35.2%。那今年上半年是降到31.2%，那2月份最低29.2%。这个情况告诉大家，台湾对中国的出口现在比重一直在往下降，但是呢，大家现在看到1到6月呢，台湾对美国的出口，我们成长60.6%，那么521.17，这是历史上大家难以想见到的一个新的里程碑。那今年上半年呢，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占比拉高到23.2%，那大家知道，在2017年啊，从11.7%开始起跑。去年底呢17.6%，那么现在到23.2%。如果大家把东协市场加起来看的话呢，美国再加东协，现在到42%了。中国的比重呢降到31.2%。这也告诉大家，台湾在整个市场分散风险上呢，现在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。所以第一季的经济成绩单也告诉大家，经过上半年的努力呢，台湾今年的出口扭转连续衰退的一个颓势，也值得大家高度的关注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情况呢，在台湾跟香港，它呈现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。到目前为止，台湾的上空啊，中国的军机照样绕境，而且中国的解放军啊，不断的施加更大的压力。但是台湾其实在今年的经济表现相对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当中啊，中国不断的强调，它有3个口号，叫厉害的我的国、一带一路、弯道超车、中国制造2025。当时中国的口号响彻云霄。现在7年之后来看呢，中国的富豪不断的润出国外，那中国梦啊也正在消退。现在中国所面对的是中国的 A 股、港股疲弱不振，中国的房地产呢现在泡沫化了。外国直接投资啊衰退87%，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呢更严重。全世界现在大家要去面对的，没有中国的全球化时代，我相信这是在历史上大家难以想象的。我们也看到，如果把2017年做一个分水岭，香港股市在2017年的7月1号呢是25,764点，现在呢17,524，大概下跌8,240点。上证呢，在2017年是3,192，现在2,922，大概跌了270点。台股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10,395，现在呢23,900点，我们上涨了13,505点。我相信在两岸3地的不同的变化呢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。我们看到富士康在从郑州迁走之后，人去楼空，现在整个状况是非常的不妙。我们也看到，在先前中国曾经用尽各种力量呢，要在平潭岛变成一个试点，要福建直通台北的高铁计划。但现在呢，平潭台湾小镇呢，它沦为空城。那么全世界跟中国脱钩以后呢，台资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相对压力是大的。我们可以看到 Steve Roach 呢，在现在讲香港地产市场会更陷入严重的衰退期，它受到中国的影响。那最近大家可以看到，过去呢对香港非常称赞的这个 Steve Roach 呢，他讲香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那这个其实告诉大家，从2017年到现在，中国的经济呢不断的呈现颓势。而上一周呢，中金
因为你银行业呢跳楼自杀，也震撼整个金融圈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中金公司啊是在朱镕基时代呢，中国拿来比拟华尔街的投行非常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 CICC 啊，是中国最响亮的金融机构。但是呢，现在不断的在减薪，这个减薪当中啊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很多银行规定要响应共同富裕呢，薪水不得超过300万人民币，而如果超过呢，还要往前追溯20年。这个其实诸事体大，因为很多人在高薪的年代领走了薪水之后呢，他可能去做别的投资，但是呢，现在要重新追缴回来。还有包括现在的高阶主管从副总级以上呢，中国很多银行减薪50%，而同时中阶主管呢降薪35%到45%。这个情况呢，都告诉大家，整个银行业的内卷的压力呢，正在不断的升温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到港股到中国的房地产，现在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。这个时候呢，外商啊现在争相投资台湾。我想从辉达、AMD 到超微到 Google、微软、亚马逊呢，3大资料中心呢也都会在台湾。台商回台投资3大方案，到目前为止呢，有1506家呢通过审查，总投资的金额2兆3208亿。这个都告诉大家，当中国在调整泡沫，台湾因为 AI 的投资呢，带来空前的投资的浪潮。我们看到这张地图上，所有全球各大企业呢，都在台湾插旗，而台湾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力能的时代。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丰常的标售呢，现在大概已经就绪了。那么深威能源拿到投标，那我相信外商在观望的时候呢，那么深威能源一马当先。最近我们也看到核电的争议，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讨论的空间。但是呢，台湾在力能的发展的路上，我相信这是一条宽阔大道，值得大家继续在努力。今天老谢开讲报告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观赏。下周同一时间，请大家继续收看。